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6月11号。昨天比特币是小跌，但是很多山寨币昨天盘中是瞬间崩盘了超过30%。相信原因整个市场都在看 ，SEC 现在也是看心情在起诉某一个山寨币，或者是起诉币安，或者是起诉 Coinbase。整个市场是笼罩在利空的氛围下，那市场有没有加速赶底的迹象？但是比特币也不怎么跌啊。或者今天视频来聊一下。再利用这张周线的图形来跟家人们比对一下历史上的两个位置，19年当时一波上涨以后跌下来，后面山寨币是怎么走的，包括现在的一个走势，有可能就是跟19年的走势是非常的像。当时的山寨币有大部分的品种后面是甚至在破地的。那等一下利用山寨币的行情来跟家人们比对一下，就是2019年到2020年很多山寨币基本上是没有行情，有行情的位置就是这一张周线 N 型高点突破的时候，后面才会有山寨币的行情。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给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，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，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这一张图形啊，相信很多朋友也是在担心比特币 25K 到底会不会下去，但是从它价格的反应很明显的观察出来，它目前还是龙头，跌的话它也不肯大跌，不跌总有它的原因。那我们要观察一下，还是一样，就是前面的几个上涨的位置都是有量，从周线里面来观察，涨的时候有量，然后调整的时候是在缩量。这一周调整的时候，现在是感觉有一点量能啊。不过我个人观点，就整个周线有可能还是在箱体震荡。那什么时候有可能会放量的位置，有可能就是日线里面的一些突破的点位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这个位置从这根 K 线开始，也是在计算比特币目前的位置会不会横盘182天。因为历史上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，就是2019年比特币见底完以后，第一波涨了3倍，它后面调整的时间调到这个位置旗形的低点的位置，差不多也是180多天，后面就有一个突破，但是后面也是遇到一个疫情的黑天鹅事件。我是在观察，就类似这一个位置崩盘的位置，2020年初的时候，有没有可能像这一次很多山寨币，也就是受到 SEC 的影响，但是比特币不跌，很多山寨币我们可以看一下，狗狗币昨天也是在日线里面，昨天是崩盘，然后有一些其他的币种，瑞波也是崩盘，其他的一些山寨币，比如说柴犬，现在也是在破新低啊。所以历史有没有相似之处，我也是在思考。如果从周线里面来观察，现在比特币跌的时候并没有破底，甚至连这一个 25K 都给守住，那有没有可能就类似这个位置整理的区间？我们要思考一下，当时这一个整理的区间有些山寨币怎么走的，那就要来看一下这张图片啊。昨天它是再守了一次这个 25K 下影线的位置，也是再守了一次，现在是有两只脚。那我们要思考一下，就整个区间它跟历史上19年当时比特币不怎么跌，但是很多山寨币是跌的稀里哗啦。当时的历史有没有一些相似之处？最明显的在19年的时候，以太坊也是一个山寨币，所以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以太坊的一个走势啊。可以看一下在19年以太坊的整波行情，它上去以后一个趋势，后面是最终这个位置破的时候，它跌的幅度是比特币要深啊。特别是后面整个行情感觉是要起来的时候，遇到疫情的黑天鹅事件，这个低点差不多都要把19年以太坊的整个最低点接近$82附近，感觉都要跌破。所以我个人观点，目前的行情如果是比特币不跌，也是说明有可能它的行情就类似2019年的这个区间，它是在旗形震荡，不排除时间整理到位，有可能未来这种突破的时候，或者这种突破的时候，可能有些山寨币才会起来，尽量还是以太坊跟比特币为主啊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还有一些山寨的币种，比如说这一个瑞波，大家可以细心去观察一下瑞波在历史上19年的行情，18年到整个19年，比特币一直在涨，甚至有疫情的黑天鹅事件，比特币也是没有再破19年的低点。但是这个瑞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它的这一个2023年的3月份，它是前面的低点一直在走低，一直在走低。所以我个人观点就是现在的行情跟19年或者是20年的行情是非常的像啊。尽量
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如果下一步山寨币可以搞的位置，也就是有聊了一段时间，它这个 48K 比特币如果能过了以后，才会可能会有山寨币的行情。因为现在整个市场的主流还是在稳大盘，包括经常在跟朋友们聊的，就是在这个市场里面投资，尽量要买涨上去的品种。涨上去的品种总有它的原因，不要像菜市场买苹果跟鸭梨，昨天苹果跟鸭梨都是5块钱，然后第二天苹果涨到10块钱，相信老大妈都会去买鸭梨，不会买这个苹果。所以我个人观点，这辆比特币跟以太坊涨上去，它不跌就是一个原因，很多山寨币再跌总有它的原因，或者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真的有没有可能整理一个182天，在今年的10月份，到时候看会不会突破。而且突破的时候我们要观察它下方的量的，因为每一次只要有大涨的位置都是会放量。或者是右侧的朋友，我的观点是你也可以等昨天有聊到那个 DMI 指标，3天的 DMI 指标，如果金叉的位置到时候再去买。或者我们可以看一下也就是2019年到2020年的这个区间整理到位以后，它一般有突破的位置，像这种位置都是开始要放量，包括当时疫情爆发以后，这边也是继续横盘，突破的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这一根 K 线它也是放量，放量就是说明主力应该是在表态，后面有压回来低点，特别是这种位置再出去的时候，它也是量能继续放出来，所以不来右侧的朋友也可以等这种位置，包括2015年的一些位置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历史上的这个位置也是横盘了189天，就是第一波行情涨到位以后，这边横了189天，那后面它上涨突破出去的时候，可以观察一下，这边就是开始放量，所以右侧的朋友，我个人观点，目前还是在震荡，你也可以等什么时候整理到位，右侧突破的时候，到时候看下方如果出量的时候进去追加也是可以啊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。